同样是帮企业报税，可以做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意。一种是卖软件，客户自己录资料、点按钮、查结果，出了问题还得自己找原因。另一种是直接把报好的税表交回来，中间用了多少软件、多少人工，客户并不关心。2026年6月 ，YC 提出未来可能出现一批由 AI 重做的保险、法律、税务和医疗服务公司，因为他们拿的不是软件预算，而是企业原本就在花的服务预算。这类公司有个名字叫 AI 原生服务公司，它卖的不是一个功能，而是一件已经做完可以验收的事。客户买的是一张报好的税表、一份审完的合同，或者一段已经完成的监管申报。比如 YC 投资的潘纳西亚，把 FDA 顾问和 AI 平台放在一起，按完成的里程碑收费。所以人仍然是客户看到的界面，产品藏在人后面，负责把专业人员的产能放大。问题来了，服务业不是写几句话，它是一整条工作流程。拿合同审查来说，要提取条款、对照标准、标出风险，最后还要有人判断哪些风险可以接受。过去的模型只能帮你写个初稿，很难稳定跑完一串连续步骤。现在模型能读长文档，调用工具，也能按固定格式交回结果，流程终于可以拆开了。重复、稳定、能检查的步骤交给机器，少见、模糊、责任重的情况送回给人。AI 原生服务公司真正卖的就是这套机器先做，专家守门，公司对结果负责的分工。这套分工还有一个变化，过去只能靠师傅带徒弟的经验，开始能写进系统。一项覆盖5179名客服人员的研究发现，接入生成式 AI 后，每小时解决的问题平均增加了14%，新手和低技能员工增加的更多，达到34%。原因不是模型突然成了专家，而是高绩效员工常用的方法被写进提示词、知识库、检查规则和标准动作，变成能重复使用的生产资料。另一项覆盖758名顾问的实验也提醒我们，在 AI 擅长的任务里，完成量增加 12.2%， 速度提高 25.1%。遇到能力边界外的复杂任务，正确答案反而少了19个百分点。但用了 AI 不等于成本结构已经变了，真正要看的是业务增长时人头会不会一起涨。举一个只为说明公式的假设例子，一项服务收费100元，传统公司花60元人工，再花10元完成交付，最后剩30元毛利。如果 AI 接走资料整理、信息核对、初稿和例行检查，人工成本可能从60元降到25元，再加8元模型和算力12元其他成本，毛利就从30元变成55元。YC 把它叫 AI 运营杠杆，订单增长快于交付人力增长，每个人能稳定处理更多任务，收入翻倍，人头也翻倍，说明公司只是给传统外包团队配了一个 AI 助手，还没有重做这门生意。利润能不能上去，还取决于另一件事，结果稳不稳。一个系统说自己平均准确率 95%， 放在普通工具里可能不错，放在税务、医疗和法律服务里却不够，客户会继续问，剩下的 5% 到底会错在哪里？更麻烦的不是固定犯同一种错，而是同样的材料，今天判断正确，明天换个说法就漏掉风险。YC 把这种忽好忽坏叫做方差，客户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信，也不知道每次要检查到什么程度。专业服务卖的本来就是少操心，如果客户还得从头检查一遍，工作其实又被退回去了。所以真正的产品不只是接一个模型接口，而是一套不断减少错误的流程。先把输入材料标准化，再把大任务拆成可以单独检查的小步骤。关键步骤建立评测和规则校验，先拦住已经知道的错误，低置信度、罕见和责任重的案例，自动送给专业人员复核。每次人工修改都要留下来，补进评测集、知识库和标准动作，再让系统跑一遍。时间久了，公司得到的是一张越来越细的例外地图。这张地图监管资质和客户信任，才是刷卡买不到的东西。那什么行业更适合先做？ YC 给了4个条件，少一条都不太稳。第一，客户本来就习惯把过程交出去，主要验收最后结果。第二，大部分步骤可以拆开，只有少数节点需要专业判断。第三，整体任务要足够难，太简单会被基础模型做成通用功能，太难又省不下专家时间。第四，监管、审计和责任要求能形成门槛，而不是只增加成本。再做一个测试，下一代模型更强时，你的服务会变得更快更便宜，还是会被模型直接吃掉？这套判断不只适合创业公司，也适合正在做 AI 转型的企业。很多企业先给员工买 Copilot， 个人可能快了 20%， 但审批、返工和系统录入还在，客户拿到结果的时间未必变短。更好的起点是先挑一项边界清楚、数量够多、质量也能检查的工作，然后问3个问题，客户最后愿意为什么结果付钱，哪些节点真的需要人的判断，业务量翻倍时人头和错误又会怎么变？这3个问题比先争论买哪个模型更接近真实成本。YC 提到的50%以上毛利、数万亿美元服务市场，以及市场可能是软件2到3倍，目前仍是创业假设，不是已经兑现的行业平均数。真正的分水岭只有一个，同样一批人能不能稳定交付更多合格结果？如果这套账对你有用，可以收藏，开会时把这3个问题直接拿出来。我会把 AI 讲成业务里能用的判断。关注我，点赞收藏，下次继续看。